可是这个男人就开始在言语上面很嫌弃他。对，然后时间到了你说爱情钱还没来，不是爱情诈骗吗？保鲜期是不是？就是对啊，就是Salut， 我是 Zephyr。金桃姨，你听听看，我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我有一个朋友 T 小姐，她在网络上认识一个男朋友，而且据说呢，对方是住在美国加州，而且是独立创业的 CEO，长相又非常的高大挺拔。那这个男生每天他都会嘘寒问暖啊，然后甜言蜜语把他说他是我的宝贝这样子。每天哦。对，每天。那他一定不是 CEO 因为 CEO 很忙吧可能他就是因为是时间管理大师，试验做得很好，对，然后感情上面也很会经营嘛，通常各方面都很厉害的人才当 CEO 啊，对不对？好，然后他就说他很担心我那位 T 小姐他的工作很辛苦，所以他说如果我们俩结婚之后，你就可以在家里就不需要工作，好，然后只需要陪伴他就好。可是呢，他们就是这样来来往往了大概1个多月之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位朋友 T 小姐也把对方当成男朋友，在感情上也非常依赖他，然后也付出了很多满满的情绪价值，可是这个男人就开始在言语上面很嫌弃他。对，然后时间到了你说爱情钱还没来，不是爱情保鲜期是不是？就是对啊，就是不管是不是真的，就是为什么要用这种你根本还没有真的相处过。可是他应该不叫没有相处，只是远距离吧。然后所以可是重点就是他后来开始会原本的满满的赞美就开始会有出现一些批评的声音，然后我想知道这是不是被 PUA 了？算吧，就是他如果PUA 不是通常就是他先开始不断的贬低你，然后让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离开他，或者是你没有办法，你离开后没有办法更好，或是他会不断贬低你，让你觉得你没有价值，没有自信，然后没有把自己说得非常非常小，没有存在感，然后让你觉得你自己在关系里面，不管是感情上或是工作上，或是你在那个位置的存在感是需要靠他来给你定义跟价值的嘛。对，那你才会离不开啊。对啊，所以一开始他其实每天听到就是说男生会对他讲说你有很棒，你非常的棒，你是我梦寐以求的那个对象。对，所以他会完全觉得说我终于遇到一个这么欣赏我了解我的男人。对，可是他后来就会慢慢的发现说那你的那个辛苦或什么好，可是会不会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更好的工作，薪水就只是这样，不如我我做的事业这么成功，就开始有一种在赞美当中会带着一个批评。但我有个疑惑，就是这样子，这男生从刚开始说你是我梦寐以求的对象，对，然后不断的在批评他，那这个他不断梦寐以求一个这种对象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后面的批评不就打脸自己之前给他的所有赞美吗？可是我觉得可能是他的赞美就是要缩短我们之间的快速达到关系，对，人际关系先把你捧起来，就是把两个人的人际关系的空间距离把它缩小吧，对不对？然后很快速的营造我跟你之间的亲密关系呀。所以一般 PUA 刚开始开头的甜蜜感，或者是亲密感，或者是熟悉感，或者是认同感，很可能都其实是营造出来，不是真心，对，发自于内心的看法，
它只是一个手段，对不对？就是所谓的话术啦。对对对，因为后面他也会讲说，你辛苦或是你的才华只有我看到，对，然后所以说除了我之外，还会有谁跟你在一起？就是也开始带着说啊，反正只有我欣赏你啊，那所以我才会选你之类。可是后来慢慢的就会开始有一些争执，就是说啊，你都几岁了，那就只有除了我会跟你在一起，应该没有别人。好，然后会让他感觉比较没有自信，会开始怀疑自己，然后会有自责。所以感情上其实很容易是他们可能会挑，不一定是男生女生，就是在感情中有一方可能会挑一个低于自己，或者是比较好比较没自信，比较好掌控。然后比方他开始借由说你的年龄啦，你的学历啦，你的身材啦，你的脾气啦，你的喜好啊，然后你的怪癖等等，对，别人才不可能接受。只有如果不是我接受你的话，你怎么可能有可能有人要陪你，或者怎么会有人愿意跟你在一起？他把你的独特性或者是特有的一些特质贬低的一文不值，让你不觉得，就我相信每个人属于自己的喜好，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奇怪，你不喜欢也有别人会喜欢。对，那这种手段型的做法就是也是蛮典型的。可是其实这种 PUA 其实也不一定是在情感里面。其实我碰过我以前那个上班的地方隔壁那个公司啊，他的老板真的超级会骂，不是说骂人，但他超级会，你要说情勒或是 PUA 很好。他就说你做这个东西啊，如果不是我们看在你什么还有一个小孩啦，不然的话外面谁要用你，然后就一直不断的贬低，针对他这个弱点，就是他是一个单亲妈妈带小孩，他一直不断针对，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子的条件是不可能有别人提供你这样对等价值，会比我更好的条件给你了，一直不断的，他可能不会说你的 Excel 做得很好，你的文书排版做得很好，你的业务能力啊，他不会讲，他不会，你真的做得很好的东西，他可能不会，完全不会去提，也不会特别鼓励你，但他会不断的把你最在意，对，最心里对那一块最可能最自卑，然后最介意的那一点，一直不断的踩痛你，让你相信就算有旁边这些很好的特质跟价值也没有用，因为你这个东西是不够好的，你最在意那个点不够好就没有用。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怎么会就一直不断的在攻击那个女生。但听说这个位置其实只有那个女孩子带下来，因为她是带着小孩有经济压力的单亲妈妈，之前一直都是不断的有人来做，后来没多久就受不了走，就她留下来这样。可是就一直呈现在一种，你看她做事就是一个愁眉苦脸这样，非常不开心。可是就是 PUA 对她来讲，对这个单亲妈妈来讲似乎是非常奏效，她不敢走。好，我刚好想到我有一个同事啊，他的状况就会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他同样也是有一个主管想要拔擢他成为一个小组长。那我的同事当然不太愿意，因为他觉得当小组长要负的责任很重，然后可能也会有常要接受主管不合理的要求。好，那可是呢，他这个主管呢就开始要来游说他，说服他能够答应来当在这个职位这样。所以呢，他一开始对他说的话就是说，我觉得你真的非常适合这个位置，因为你真的很有能力。好，然后他就说，我希望以后呢，你可以慢慢的爬上来，也可以做我的位置。好，我就大概几年之后我就要退休了，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以后就可以交代给你。好，然后我同事当然也是不太想屈服，所以他变成他会跟他讲说，我其实是为你好，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其实一切都是为你好。然后我同事仍然是不愿意轻易的答应他，所以他来讲了几次之后呢，他开始用一种角度，就是说他就突然有一天问他说，
那我问你，你还有几年要退休？然后我同事就说，我可能这样算起来还有10几年吧。好，那他的主管就会跟他说，那如果你今天还有10几年，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位置？好，那当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公司有人员控管的问题，就是说他开始变得如果你没有要接下这个位置的话，那你有可能你的原本的职位就不保。对，所以我就觉得整个就是用 PUA 的手法来控制他，所以当然呢，他到最后还是只能屈服，因为他也蛮害怕的，他会用其他手段来对付他这样。所以他这个手法其实也已经好像也不是只有 PUA 了吧，就是还包含威胁、利诱跟恐吓啊，就其实就是希望就是以权势不对等的状态，用上位的方式想办法压你到屈服嘛。对，他不一定是真的是用 PUA 长期的去让你在那个自我怀疑的状态下，对，他其实后面是你就算再硬也没有用，因为我是在上位的人，对啊，对，他其实是用位置的方式去你要的东西这个去掌控你这样子。对，所以我常常觉得他们的手法就是一开始先把你捧高，然后或者得到你的信任之后，然后再从中会找到你一些弱点，然后从这边攻击你。对，然后常到最后就是他也不会去关注你的反应或感受啦，因为他其实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嘛。他当然不会他当然是希望你被定在这里啊，对，就能够受他控制，不是吗？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情感关系，其实到最后都是有害的关系。其实很多，甚至其实连就是亲子关系也是这样子啊。我为了你那么辛苦，你说情勒，或者是说，如果今天不是你在这个家的话，你到外面去准备会饿死，要不然谁会包容你这些等等的，就是不断把你的不管你自认为你希望有的不一样，你希望有的特质，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等等，他都会不断的去把它无价值化。对，你以为你如果生在别人家，别人会这样容忍你吗？好要不是今天你生在我们家等等的要不是今天我是你爸爸的话，我才不会，或者要不是今天我是你妈妈等等的，就是不断的告诉你，就是说你没有资格，你能够得到今天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你其实没有资格得到这些东西那你现在有现在的这些，不管是生活啦各方面的拥有，都是跟你自己没有关系，还会希望你去把自己的肯定度能够降得越低越好。对啊，所以有时候就是有点像直升机父母嘛，然后包装着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样包裹起来的，然后就可以很合理的掌控对方，不管是思想啦、言行啊，这些都必须要在我能够控制的状态下才可以发生嘛。而且我觉得好像长期在这种有毒关系里面，包括这种 PUA 状态的我碰过的女生啦，就是女性，我目前还没有碰过男性，但我碰过女生好像就会到最后会混乱到对于事情的梳理其实没有办法分问题点，她其实不完全看不到问题点后，都先让问题去导向自己。对，因为她就会开始自责，对，不断的在自责里，就是他不管是他让这段关系走到这样，或者是说他让他的工作或者他让他生活变成这样，似乎对方可以完全没有责任，对，所有的责任都在他自己，好像对方可以完全了然于一身，甚至是拍拍衣袖，就是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对方就是会把所有的责任归咎在那个女生的身上嘛，因为他会说是你逼我这样，那通常女生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哪里不够好，所以才会让
原本对我这么好的人，然后现在开始离我远去，通常都会先检讨自己，都觉得好像我们是不是我不够好啊，所以原本我们应该相处得很不错的啊，为什么到现在已经变质了？对，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有些人我不知道，就是会处于一种对方如果称赞你，或是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了解你的时候，那他就是乱讲的啊，要质疑一下，对不对？因为像说全世界只有你了解我这句话只有当事人可以说，对，我觉得只有你最了解我，而不是反过来由别人来跟你说，我告诉你只有我最了解你，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你把你自己的放在对方的认定上面，对啊，就不是应该是由我来很开心的说，哇，我居然能遇见你，就是成为我最了解除了我以外最了解我的人，你跟所有人比起来。所以我不知道可能我不是这种很容易被 PUA 的人，所以有时候别人就是陌生人，就是基本上我们不太认识啊，第一次他就会有一些言语上说，哦，你的外表，称赞外表，都基本上我好像都不太能够相信。对，为什么不相信？如果是就是啊，他说哇，你实在很漂亮，或什么之类的，因为你不觉得就是对方又不了解你嘛？可是我只是外表的话，事实上眼睛看到就是看到了。你今天衣服真的很好看，可是我觉得我就接受这个夸奖也没不好吧？是没有错啊。可是我是觉得，就是基本上，如果对一个不是那么认识你的人，那你又不是真的做了什么事情让他觉得说啊，你真的是不错，那我就会觉得他言语上面是不是会带有一种目的性？我曾经在路上背一个电脑包，然后电脑包，对，我的那个笔电包，然后真的有2个男生把我拦下来，然后他跟我说，小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包包在哪里买的？我想应该是要问这个对，然后呢我就跟他讲在哪，因为它是设计师的包包，就是一个就是颜色很可爱，然后造型很可爱，所以当下你不会是觉得他是因为你不会啊，因为如果他的目标是那个包包，我就告诉你这个包包的资讯就结束，但你要多就没有嘛。对，我蛮乐意把这资讯告诉你当然对啊，那其他就没有多的啦。对，因为但是我觉得有些人的称赞其实是很肤浅的啦。就是你称赞人可以称赞，但我的包包真的很可爱。我是说对人，所以我对于他的眼光我觉得 OK 所以你还蛮认同他的。对啊对啊，因为真的很少有就不好买的包包。对啊，所以我觉得有眼光，不好买，对，就是数量不多啦。对，然后就想说你懂欣赏，对，讲不错，就是你居然就眼光不错，所以我也不会觉得说他很富，你有没有觉得眼光不错？选这样子包包的主人也不错，对，就是能够看上这包包，一定是也有一点点眼光，有一点美感这样子啊。好，那我觉得我有时候就会很没有，应该说我就不太有礼貌的，我就会对称赞我外表的人，我通常有时候会说故意的，就会说。可如果有人说你眼睛好漂亮，我其实以前都怎么回答，我都会说我长得漂亮是从小到大还有需要你说吗？虽然很不要脸啦，但是我其实觉得可是好好谢谢人家不行吗？可是我看得出来是不是真诚的啊？如果他只是带有目的性的，那为什么我要顺着他的话呢？对，这是我个人想法啦。不管他是不是真，反正他不是批评我，只要是赞美我就是谢谢。你觉得 OK？ OK 啊，反正他想要讲一些好话积功德，就让他做，就他不要是随便批评我或者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反正你要说好话，我也认同这好话，就这样就结束。可是我觉得至少不管他是不是到底真心的程度是哪里，但是我是说，因为你知道那个言语对不对？好，比如说好他是称赞，那就仅止于这里。那会被 PUA 的人通常都是从头到尾就相信他的那一套的话术啊，懂吗？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
一开始好赞美，好他接受没错，可是从头到尾他完全在情感上依附了对方嘛。我发现出现一个很大问题是我们两个都没有被 PUA 过，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是要检讨自己，因为没有人想 PUA 我们的意思。但我们现在身边有个朋友，我觉得还蛮适合。我们要请他分享他年纪非常轻经历吗？她是一个年纪非常轻的女孩子，还不到30，对我来讲是很年轻，其实应该是才刚毕业没多久这样。但当初我认识她比较惊讶的是她已经结过婚又离过婚了，当初有点惊讶，然后但是听到她跟她前夫的故事，就是想说哇，鬼一点都不可怕。是彩姐你好，我是彩姐。好，那我们今天来问一下彩姐，听说你曾经有一段经历想要跟我们分享，对不对？对，就是其实我在蛮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大约是24岁的时候结婚。但是过了半年就离婚了。为什么？其实这段感情还算以现在来说，我交往3年半才结婚，我觉得应该算久，因为有些人1年就结婚了。那我觉得我要说一下，就是我当初认识这个人的契机和我当时的身心灵状态。就是我在当时大学的状态，其实心理状态是非常差的，就是很像是一个人要抓住浮木的感觉。所以你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看起来像是太阳的人，他看起来像是太阳的人，对，你就会紧紧抓着他，但是转过去就不是。对对，然后我其实至今我还不确定这个算不算是 PUA， 就是但这件事情只有发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会跟我说我觉得你的朋友不太好，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变得怎么样，或者是说我觉得你不应该比如说不应该练习什么什么运动，我觉得这样对你的课业不太好，或者是说我觉得你穿的衣服不太好，然后你可不可以再瘦一点，对，然后你胸部可不可以再大一点之类的，就是当然不会这么直接，可是他会想办法暗示吗？对，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说我有很表明的跟他说我有在吃精神科的药。那比如说我状态不好跟他分担的时候，他就会说是因为你是学生，你太闲了。对方当时算是有在他有工作公家政府的公家机关，严格来说是政府的公家机关，所以是像公务员之类的吗？对，对，算是公务员，但他很早就，所以他已经是社会人士了。那那时候你们交往的时候，你还在念书这样？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他是军人，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对，也算是一个社会人士这样。那他讲的这段话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我当下会觉得第一个反应当然是受伤，但下一秒是会觉得那应该是我的错。对，就是那我要这样，他会不会讨厌我？那我要想办法改掉这个习惯，比如说我少吃一点饭，然后或者是尽量不要跟我的朋友往来。就真的不跟朋友往来这样子，减少，对，直接减少。对，那你的朋友有没有觉得也蛮奇怪，就突然好像你消失了一样这样？有，他们有问，然后我可能就会说没有，就是他不太喜欢我交朋友这样。对，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男生不太 OK， 所以其实你的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你们之间相处的状况，就是然后他会有些时候会批评你这样。你说你的朋友都知道这样是吗？知道，但是我讲的非常少。但他们却可以从这少少的字里行间里推断说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对，但当时我完全不这么觉得。就我会觉得这是磨合，这可以跨越。然后应该是我做的不好这样。因为爱情其实有时候是盲目的。俗称恋爱脑。那这个情况持续了很久这样吗？蛮久的哦，我大概持续了3年半。对，然后我觉得中间比较值得提的是我们有分手过一小段时间。对，但在分手的那一小段时间，我得知他其实是个非常会约炮的人。所以他在你们分手的中间还有去什么约炮这样？不是在我们分手中间，是在我们交往的期间。交往的期间就这样。
对，就有去约炮这样。但我选择原谅他。你还是原谅他。对。那你不会有种不太平衡的感觉吗？我就想说你也没有非常的好啊，你也没有在感情当中扮演一个非常的完美的样子啊，你怎么会批评我？不会，完全不会觉得，完全没感觉。不会，我不会去检讨他。是、所以他约炮的这件事情在你的心里是什么感受？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所以你是觉得说在就是床地的这种亲密关系里面，我是不是要有什么改进？这样子是这样？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够好？就是我是不是作为女性的反应不太好？或者是说身材不够好？反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所以你也会这样问他说我是不是不够好吗？是这样吗？会啊，我会直接问他。那他真的就会说啊，对。他会说他觉得他生病了。他生病，他觉得他生病了，他真的忍耐不了，就是他觉得他有性成瘾，然后所以就觉得你应该要能够体谅或是原谅这件事。他会一直跟我道歉说真的不是故意的，然后我下次不会这样了，然后你没有错，是错的是我这样。所以他其实也是会求你说不要分手这样吗？最一开始会啊，最一开始会。那后来嘞？后来态度变成是我又没怎样，因为我没有抓到，后来就没有抓到比较确切的证据，就是有个影子这样。他就会说我看一下都不行哦，我只是问一下价钱，我只是看一下聊个天也不行哦，我又没有跟人家做什么。就是他会变得比较理直气壮，然后会反过来质问我说为什么你又要拿这件事情来吵架。所以真的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在你身上就对了。对，然后最可怕的是离婚的时候他跟我说可能是你是女生所以不懂，然后男生都知道偷偷来的快感。就是有一句话很有名的叫做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对，很经典的一句。对，大概是类似这个等级的发言这样。后来你是怎么样觉醒的？在离婚前大概1-2个月左右，我就开始会在比如说做一些某些事情的时候，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说我就要这样过一辈子吗？那时候其实没有吵架，我们算是过得蛮平稳的，可是就会突然有个声音问说你觉得你要跟这人过一辈子吗？就是你大概知道他还有在做什么，只是我不太敢再去看了。所以其实就变成你虽然知道他还是这个行为还是有持续，只不过你已经比较不敢去确认或什么，是这样吗？对，而且我的状态卑微到是我甚至会跟他说我觉得我真的做得不够好，那你可以去外面找。所以你可以接受他的我可以接受之前这样的行为就对了，但前提是你要先跟我报备。对，我就说你只要跟我讲一声我都 OK 这样。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人，就在你离婚之前都没有想过说如果我今天不是跟这个人，可能还有其他更适合我的。没有，我那时候觉得我不会遇到更好的。你就完全否定自己就对了，就觉得我差不多就只能配到这种。对，好那后来你就是自己提离婚的吗？对，因为我算是有抓到一个比较明确的影子这样。然后我就之前就有跟他说过，那婚内如果有让我再发现的话，我就是直接离婚。对，趁这个机会我就顺便离了婚。所以我觉得你其实还是蛮勇敢的，到最后你还是有走出来。对，差不多该醒了。好，我们刚刚很谢谢那位妹妹给我们一个很深切的一个惨痛的一个回忆。好，但是我觉得她做得很好，是她后来还是有自己醒觉出来。那我觉得我们面对这样子的 PUA 的情感啊，其实如果当两个人的情感已经感觉有一方感觉不太舒服了，或者是觉得说我们之前的情感到现在感觉好像有点变质了，
好，那我就觉得其实可以透过几个方法提醒自己。对，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记录彼此的对话，尤其是那个加害人，就是 PUA 的对方，他是不是说了什么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写一下我们对于这些话语的感受。对，这就有点像是提醒自己说，这当中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对。然后还有我觉得很重要是要会求助。对，你需要听听别人的声音。就是很多时候在这个 PUA 里面，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听到外界的声音，或是没有机会，很多让你表达的机会，你会认为没必要，或者是他会觉得你这个他会告诉你这个行为是多余的，没有人会认同你的。那最重要，你要先不信他讲的话，对，然后想办法去把你的感受或是经历，或是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去表达，就是找人讲，或者是去问别人说，我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也这样子吗？或者是把它当成，不要自己觉得先不好意思说。对，因为有时候自己是陷入在那个情感漩涡里面啦，所以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看出那个问题点在哪里。那至少伸个手吧，对，让别人看到你在漩涡里，有机会帮助你。对，然后还有一个，我是觉得，因为陷入在情感当中啊，通常就是女生都失去自我嘛，所以其实就是失去了一种边界感。就是把对方的所有的一个不管是情绪啊，对行为的对错，他全部都认为是自己的问题，那就是你跟我之间的边界感已经消失。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借由拉开距离，其实反而是能够找回自我。对，而且其实拉开距离这件事情，如果是在 PUA 关系里面是被 PUA 的那个人的受害者的话，其实相对是比较困难，是因为很有可能会被发现，或者是想把距离拉后，你想去外面工作，你想去交新朋友，你开始投104履历，他就有可能阻断你正在做的事情的可能性，或者是说打消你这个念头。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也不表达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对方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就是还是很容易掌控的。那如果你还是要适时表达你自己的意见，那基本上他才会觉得说原来你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我跟你说你不要啊，因为你根本做不到。对，所以就是被害者其实应该要有试着去行动，然后呢就是借由行动当中慢慢找回自己。对啊，我觉得先交新朋友，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事。可是他就已经陷入在现在很爱对方啊，怎么交新朋友？带着这个人一起去交新朋友，总是有可能有人会用奇怪的眼神，或者是奇怪眼神提醒他。就是会，你总是会能够多看的吧？你如果没有办法自己离开的话，那带着他一起去参加活动或什么，多认识点人。你总是可以从别人的眼神，或者是总是会有人想要协助你、帮忙你、拉你一把，离开这个状态嘛。这都是求助的方式。如果这个人控制欲非常非常强，当然是以安全为主。但我觉得是就不如就是大家一起参加，就是好像是想要一起过新的生活，学习新的东西，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就是不要只是两人世界，对啊，试着让两人世界里面掺杂一些别的东西，去有个突破口啦。对。那你觉得如果就是去参加什么打坐冥想呢？我觉得是可以啊。我觉得静坐这件事情其实是梳理自己的，把你跟他的大小跟平衡器调整到正常的状态，一个很重要的，不再是他是无限大，然后你永远是在他下面的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你可以慢慢去把你跟他之间的比重平衡去调整，慢慢调。
刚开始一定是会有困难，可是我觉得这是至少你走出去以外，走出去是协助，找人协助，但冥想静坐这件事也是对自己的协助。对，因为有时候借由静坐冥想，你才比较能够了解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比较把外界隔绝开来，只看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对，这个时候比较能够真正得到我要怎么做的智慧。对啊，确实，对吧？对，因为像我之前其实不是 PUA 的问题，就是我之前其实也是大概你叫我数呼吸的话，我可能两分钟我都做不到。就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要数呼吸吧。对，因为我之前也是心很乱，就像是如果你在情感当中遇到这样子的困难，或是两人之间的那个情感不是很顺利的话，通常都会觉得人生也是一团混乱嘛。对，那我当下也是觉得我可能因为什么工作关系啊，我也觉得我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数那2分钟。对，那后来也是慢慢练习，所以这一切都需要练习的。就2分钟觉得太长，先从10秒开始，30秒开始，有总比没有好。对，就不用去把目标定得太远，好像不用你是说我一定得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以你能力范围内，对，能做到，刚开始可以轻松做到，不要觉得痛苦的。就如果你的生活已经很痛苦了，冥想不是要加重你痛苦，或加重你的背上的重量，这都不是。它的状态其实是协助你把你背上的重量拉上来，把你分担你的重量，或是把你的背上的肩上的重量移除。所以如果冥想静坐这件事你把它变得很大，一样很痛苦的话，那就是落入同样，就一样是同样一种执着里嘛。对啊，就是或许没有，就是今天就算只有5秒好好的呼吸也都 OK 的，好好的关心自己想要的东西，看看自己内心，至少你有5秒是在当下。对，是属于自己的啦。对，因为你这么多年活了20-30年、30-40年、40-50年，每天每分钟24小时都在呼吸，但你从来没有停下来看过你的呼吸。但至少如果现在开始你有2秒钟、5秒钟看到你的呼吸，那也表示你真正这时候你有在所谓的当下。OK， 对对。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静心冥想观呼吸好了。好啊，你来教大家。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拜拜。拜拜。